吝啬老公2000元装修的我是：一、开发商送的飘窗，拿二大爷家的大铁锤，能砸就砸掉它，还增加卧室空间，找二大爷再借个铁锹，自己都可处理，可以省好几千，还赚了几个平方。二、开关线路不入墙，凿墙、套管、加粉补，人工也要0点几个 W， 而是直接电线明装，外面罩上卡槽，后期方便增加开关插座，方便一检修。三、不做复杂费钱的背景，也不贴昂贵的墙布或墙纸，过个几年都过时。关键是墙面渗水难处理，不如墙面水泥粉平抛光，简单又好看还防水。四、顶面吊顶降低了层高还费钱，和墙面一样水泥砂浆粉平直接抛光，不买花里胡哨的大吊灯，而是简简单单装一个吸顶灯，光线明亮又实用。五、地面不贴木地板费钱有甲醛，也不铺昂贵的玻化砖，光人工就0点几个 W， 而是地面找平后收光，老公方便打扫卫生又接地气。六、红砖砌地台，上面铺生态布板，暗藏灯带，瞬间就有氛围感。找二大爷借几十块，网购2个小书架，好看又实用。再去太奶奶家搬个书桌，又省了好几千，安装窗帘睡觉更舒服。七、不买昂贵的定制床，而是红砖砌框架，中间回填敲墙的10块，连运垃圾的人工费都省了。用水泥粉平整后收光，上面铺生态布板，底下暗藏灯管，上面包一圈不撞退，上面放置一个席梦思，几百元钱就搞定，好看又牢固。就算是老家的大水牛在上面也丝毫不动，关键床底也没有卫生死角，开关插座装床头，关灯不下床。八、红砖砌隔墙和地台，用水泥粉平收光，记得墙面安装开关位置，进门就能开灯，3根带孔的金属条上墙，下面全部做挂衣区，挑选衣服一目了然，上面放被褥，关键是可以灵活调节层板高度，这样的衣柜没有甲醇，利用率高，省钱，结实耐用，外面装上纱帘，好看又防灰尘，关键是连柜门钱都省了。九、以上总体造价材料加人工2000元都用不了，剩下的还可以给漂亮老婆买化妆品。如果你还想看其他空间的最简风装修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。几年后，卫生间流行这样做，浴缸和淋浴房只能选一个，放个马桶过道总太窄，漂亮的老婆每天想泡个香港脚都不方便。大聪明的老公决定这样做：一、不装传统落地马桶，底下玻璃胶总是发霉变黑，后面又不能紧贴墙面，下面有卫生死角难清理，干脆找二大爷借个大铁锤，能砸就砸个稀巴烂，谁都不能保证吝啬老公拼起来再用，而是镀锌方管做3角框架，中间竖着焊接几根支撑，记得提前固定好水箱。同样选择大理石饰面，整体统一又耐用，关键是延伸了洗手台的台面空间，选择壁挂马桶。壁挂马桶不仅颜值高，老婆坐在上面真的超级宽敞，底部没有卫生死角，老公开心搞卫生，从此过道更宽阔，空间再也不拥挤。记得侧面安装电热毛巾架，随时烘干，没有细菌干爽更舒适。二、问二大爷借几十块钱买根方管做框架，中间再焊接几条短的，材料市场淘几块岩板盖面，安装岩板一体盆，台面污渍好清洗。底部不锈钢做框架，太空铝板做柜体，防水又防潮，能用70年。不仅增加了储物空间，装上门还能挡灰尘。悬空洗手台就这样做好了，关键是颜值高、卫生好打扫。三、拒绝平开门，开门关门易撞人，头痛是台面只有1米宽，瓶瓶罐罐又不能少，不如拆掉非承重墙体，留出空间做壁龛。漂亮老婆再多的化妆品都放得下，再安装极窄吊轨、长虹玻璃推拉门，关键实用，颜值超高。四、清空开发商回填的建筑垃圾，拓展底部空间，红砖砌4周做踏步，水泥砂浆粉整，外刷防水涂料，避水实验72小时，大理石饰面，结实颜值高。下沉式浴缸就这样做好了，老婆冬天可以舒舒服服躺着泡个美容澡，侧面安装淋浴花洒，勤快老公每天淋个澡也非常方便。关键是老婆每天都不用担心没有地方泡香港脚了，记得侧面安装个长虹玻璃隔断，形成独立的淋浴区才美观。五、墙面拒绝300×600的小瓷砖，缝多单薄显小气，视觉感更小更压抑，而是选择600×1.6米瓷砖竖着贴，高端大气有档次，记得墙砖和地砖要对缝才美观。七、拒绝爷爷被带花的小靠板，档次瞬间回到上世纪，而是选择一体感的防水石膏板，筒灯和检修口位置记得预留，外面再刷防水墙漆，搭配专用防雾筒灯，打开暗影灯光，瞬间就有层次感。八、也许这个设计还不错，以后也不希望被中间商赚差价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。一间房住2个孩子，又要独立的空间，不如这样改：一、上方做吊柜，世界名著随便放，安上玻璃门通透挡灰尘；下方做悬空书桌，读书学习没压力，插座留在书桌上，充电插取才方便，上面留盏灯。
读书不迷路，爸爸陪读坐旁边，空间足够大。2. 靠墙做个通顶柜，常穿的衣服挂里面，随手拿取超方便。装上茶色玻璃门，通透实用，颜值高。3. 镀锌方管做4周固定，两边立柱做支架，中间焊接方管做连接，外包几块环保木板才美观，上面再铺上透气的排骨架，放上床垫就是床。木饰面靠板挖一个洞，网格绳索固定，采光透气又通风。窗帘随手拉合，睡觉没光才舒服。4. 床头靠墙做个大衣柜，挂女儿漂亮的长裙子，底下2个大抽屉，收纳袜子内衣物，分开拿取超方便。床头做个空格柜，隐藏盖板，增加储物私密空间。关爱女孩小秘密，开关插座装床头，关灯不用下楼梯，看书刷视频都方便。上面也做个大衣柜，专门收纳女孩换季的衣服。定做玻璃门，实用颜值高。5. 端头制作木盒做台阶，专门放书不浪费，书山有路完美演绎。记得回廊高度留2米，请个家教也可以在上面随意走动，跳起来都撞不到头。一定要装个铁栏杆，防止夜里跳芭蕾的时候甩出来。6. 床下用防火板打底，外贴免漆板饰面，侧面挂个小黑板，单词公式记得牢，上面装个小吊扇，空气流动省空调。防火底板做隔断，划分2区域，安装磨砂玻璃门，只透阳光不透影。7. 下面也用镀锌方管做框架，中间再焊接方管做连接，再找2老表借50块钱买几个膨胀螺丝，把它牢牢固定在墙上，外包几块环保木板饰面，上面摆上透气的排骨架。8. 床头延伸做个通顶大衣柜，上面收纳换洗被褥，下面全做挂衣区，挑选衣服一览无遗。选装玻璃门，实用颜值高。9. 床头靠墙做个大柜子，下面翻开隐藏盖板，收纳儿子百宝箱，上面放换洗被褥和换季衣服，空间完美利用。放上床垫，又是一个舒舒服服的床。10. 床底下预留3个大抽屉，记得底下安装活动滚轮，专门收纳孩子的袜子和内衣，关键孩子是抽拉不费力，拿取也方便。床侧面挖个洞，留个空间给孩子自由支配，培养孩子睡前看书好习惯。11. 窗前做个悬空书桌，台面延伸到窗台，拓展台面空间。妈妈陪读坐旁边，空间足够大，旁边做个通顶书柜，中考资料随便放，记得窗帘装在窗户里，空间更显开阔。这样的卧室，2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独立生活与学习区域，空间一点都不浪费。12. 也许这个设计还不错，以后也不希望被中间商赚差价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。2个孩子1间房。1. 几根方管做一圈，两端4根立柱做支撑，中间横竖焊接几根，外包几块实木面板更环保，上面再盖上透气的排骨架，放上床垫就是床。木饰面背景挖一个洞，简单又好看，侧面也挖个洞，麻绳网格固定，采光通风又透气。拉上窗帘，睡觉遮光才舒服。记得安个铁护栏，防止睡觉的时候滚下来。2. 几个木盒做台阶，里面放书不浪费，拿取也超级方便。上面高度2米，老婆都可以在上面随意走动，都撞不到头，空间足够高。3. 靠墙做个大衣柜，全挂经常穿的衣服，挑选衣服一目了然。装上黑色玻璃推拉门，实用颜值高。下面做伸缩抽拉柜，收纳过季衣服还不占空间。上方做吊柜，世纪文学名著随便放。安上玻璃门好看还挡灰尘。下方做悬空书桌，轻松考第一。记得插座留在书桌上，使用才方便。上面留个灯，读书不迷路，轻松考上清华北大。4. 床下用防火板打底，外面漆板饰面，侧面贴个小黑板，发挥孩子想象力。上面按个小吊扇，连空调钱都省了。防火板气隔断，划分区域，安装磨砂玻璃门，透光不透影。5. 下面几根方管做框架，中间再焊接几根短的，再找2大爷借50块钱买几个化学膨胀螺丝，把它固定在墙上，外包几块实木面板更环保，上面再盖上透气的排骨架，放上床垫就是床。6. 底下做3个大抽屉，收纳孩子的袜子和衣服，孩子拿取也很方便。7. 床头挖个洞，做个矮空格柜，翻开盖板增加储物空间，拿去也方便。插座开关装床头，关灯不起床。8. 靠墙做个通顶大衣柜，旁边收纳不常用物品，上面收纳过季被褥，下面全做挂衣区，挑选衣服一目了然。关上玻璃门，实用颜值高。下面延伸做个大书桌，延伸到窗台，增加台面空间，家长坐在旁边监督学习，空间足够大。旁边做个通顶书柜，高考复习资料随便放，记得窗帘装在窗户里，更节省空间。这样的卧室，2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独立生活与学习空间，空间一点都不浪费。9. 也许你觉得这个设计还不过瘾，也不希望中间商赚差价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作品。